在我们印象中，柬埔寨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，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楼房，街道上垃圾遍地。但是在首都金边却呈现出一副金碧辉煌的繁荣景象，这里的房价甚至超过我国的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，到处可见高楼大厦。在这种繁荣背后，隐藏着巨大的贫富差距。柬埔寨作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柬埔寨的面积和我国广东省面积差不多，有着近500公里的海岸线。这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，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交通枢纽。由于四面环山，大部分土地属于盆地，土壤肥沃，水源充足，非常适合发展农业。但这样一个地理环境非常好的国家，经济上却非常贫穷落后。近些年，整个柬埔寨的 GDP 大概只有332亿美元，至今仍有17%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。即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，月薪平均也就300美元左右。大多数老百姓都居住在街道拥挤、建筑杂乱的地带，一些底层建筑甚至常年见不到阳光。一些贫穷的人至今还住在铁皮屋或者草房屋里。一到夏天，柬埔寨的温度高达40多度，而且柬埔寨到夏天经常下雨，那些草房屋根本没办法遮风挡雨，这和富人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柬埔寨的国家财富掌握在20%人的手里，那些有钱人住着豪宅，享受着生活，一套房子就能值几十万美元。大多富人集中居住在首都金边的堆谷区，这里到处都是排列整齐干净的独立别墅。富人区每天都有人定期打扫卫生，道路两旁种植了很多花卉，走进富人区宛如进入风景区一样。来到首都金边，让人很难相信柬埔寨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。更令人惊诧的是，金边的房价高得离谱，市中心房价已经超过2400美元，位置好的房子价格甚至超过3000美元。柬埔寨的平均月薪也就300多美元，由此不难看出房价高的有多么离谱。普通老百姓在金边根本买不起房子，导致监管者出现严重贫富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柬埔寨于1953年脱离法国殖民，实现了国家的独立。那时候，柬埔寨的领导人是西哈努克亲王，在他的努力下，柬埔寨很快融入了第三世界国家。按正常发展规律，有了新开局的柬埔寨应该实现一段黄金时期的发展。可是刚好赶上美苏冷战，美国不断插手东南亚地区政局，让柬埔寨也受到牵连。1970年，在美国的支持下，柬埔寨反对势力朗诺发动政变，推翻了西哈努克，让柬埔寨的发展戛然而止。此后，红色高棉为了保卫政权，开始和新政府进行内战。美国在柬埔寨内战中不断拱火浇油，让柬埔寨陷入了5年动荡时期。最后，红色高棉取得了胜利，他们却没有把精力放在发展上，而是开始了残暴的政策，把很多知识分子都关到了集中营，关闭了社会上大量工厂、学校和医院。红色高棉的极端治理方式让柬埔寨陷入崩溃。1978年，越南瞅准时机入侵柬埔寨，结束了红色高棉政权。此后的柬埔寨依然没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状态，到处都是矛盾和斗争，甚至出现了一段无政府的时期。直到1991年，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，柬埔寨才组建了新政府。经过几十年的动荡，柬埔寨社会存在各种势力，这些势力经常和新政府对着干，这种混乱让柬埔寨呈现出一种玄幻的发展状态。这里经济不发达，老百姓贫穷落后，却有着非常开放的经济政策，每年都吸引着大量外资来柬埔寨投资。大量外资融入，让柬埔寨的房地产和赌博行业异常火爆。前些年，大量境外资本涌入柬埔寨炒房，这也是金边房地产高得离谱的重要因素。这无疑是一种发展泡沫，在金边物价同样高得很，街头随便一家小饭店，一顿麦当劳就要花5美金左右，约合人民币40元，一小瓶0.33升的矿泉水就要人民币3块钱。柬埔寨生产各种水果，可是在金边，水果同样价格高得离谱。一斤香蕉大概要人民币5元左右，苹果价格更是高达11元。虽然金边比较繁华，但这里没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，最常见的就是摩托车。摩托车的价格和中国出租车的价格差不多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同样非常大，一个普通家庭的水电气费一个月大概要85美元，约合人民币600元左右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金边的国际化程度竟然非常高，这里有很多国际组织和大型国际企业，那些大型企业看重的就是柬埔寨低廉的劳动力，尤其是在吴哥窟，这里廉价的劳动力能吸引大量跨国订单。柬埔寨的发展充满玄幻，除了其自身的历史原因外，还和美元的控制有很大关系。柬埔寨有自己的货币叫瑞尔，但是奇怪的是，这里无论是买啥东西，哪怕是到超市买一把青菜，很多人都选择用美元结算。
自己国家的货币只用来找零钱或者给小费时才用到，这又是柬埔寨比较玄幻的一面。据统计，在柬埔寨本币瑞尔的流通率只占20%左右，其他都是美元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这就不得不再次提一提柬埔寨的历史了。自1953年柬埔寨独立后就有了自己的货币，可是后来的红色高棉时期倒反天罡，关闭学校，还关闭了银行，老百姓交易回归到了原始社会，以物换物。这种状态持续了20多年时间，直到1980年新政府上台后才重新恢复了国币制度。可是因为老百姓缺乏对本国货币的信心，导致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，因此美元趁机而入，在柬埔寨流行起来。归根结底，美元在柬埔寨大行其道是出于老百姓对本国货币的不信任。美元占有着柬埔寨流通市场也并非没有好处，稳定了柬埔寨经济，遏制了通货膨胀，也降低了外汇风险。在柬埔寨，谁拥有了固定资产，也就相当于持有了美元。美元大范围流通帮助柬埔寨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，助推了柬埔寨的经济开放。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得已而使用美元的历史原因，以及实实在在的好处，让柬埔寨彻底离不开美元了。但这种情况是有弊端的。美元的广泛流通让柬埔寨丧失了本国国币政策的自主性，经济发展无时无处不受美元制约。比如，柬埔寨的出口商品如果出口到美国就会很便利，而如果出口到其他国家就会提高价格，失去市场竞争力。近年来，柬埔寨一直在致力于去美元化，他们鼓励老百姓用本国货币交水电费，给公务员发工资时发的也是本国货币。近1年和中国的贸易中，柬埔寨也全部采用本国货币和人民币进行兑换结算，直接绕开了美国。可是几十年的历史积弊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扭转的，这时候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就显得尤为可贵。早在西哈努克国王时期，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就非常密切。这几年，中国也加大了对柬埔寨的支持，每年都在不断加大对柬埔寨的投资力度。比如2019年，中国就在柬埔寨投资了将近18亿美元，还帮助柬埔寨建了7座大型水电站和道路桥梁。中国红豆集团还帮助柬埔寨在西哈努克市建立了一个大型港口，让这个昔日荒凉的海滨小城变成了西港特区。如今的西港特区高楼林立，拥有了150多家入驻企业。现在的柬埔寨首相特别重视西港特区的建设，甚至要把自己打造成柬埔寨的深圳。在中国的帮助下，柬埔寨经济总量虽然依旧非常低，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GDP 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%，成功脱离了全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行列。前不久，一个重大新闻引起了世界关注，中国帮助柬埔寨在境内挖出了一条运河，直接打通了湄公河和海洋的通道。如此一来，就极大增强了柬埔寨的航运能力，不用通过湄公河就能直接实现内地商品出口，这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。不难想象，未来柬埔寨的发展一定会更加光明。中印关系几经起落，而中印关系的核心便是西藏问题。印度为何总是惦记西藏？搞清楚了西藏为什么属于我们，就明白这个问题了。1913年，中印藏三方决定在1913年10月召开西拉姆会议。会议期间，不怀好意的英帝国殖民者在中印之间划定了一条新的边界线，史称麦克马洪线。麦克马洪线将中印边界习惯线向北推进了60公里，把将近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印度。尽管此后的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，但英国与印度却始终以此为凭据，企图占领中国西藏地区的诸多领土。除了边界冲突外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还有着更大的图谋。一直以来，印度政府都在给予藏独势力暗中支持。原来，在西拉姆会议上重新划定中印边界不过是英国的表面目的，实际上英国是想借划定麦克马洪线的由头，最终促成西藏的独立。尽管这一阴谋在当时宣告破产，但却在西藏埋下了危险的种子，培植出了一批藏独势力。民国时期，神州大地战火蔓延，内忧外患不断，中央政府自顾不暇，自然容易忽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，于是这种疏漏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。藏独势力长期把持西藏内务，一方面他们故意让西藏长期与中央失联，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积极接触印度，希望得到印度的帮助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印度免不了要横插一杠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，尼赫鲁政府便资助了著名的1949年曲汉事件。当时解放战争将近尾声，国民党败局已定，以尼赫鲁敏锐的政治嗅觉，他完全可以预测到未来相处多年的邻居必然是中共。相比中国，印度也不过刚刚独立2年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树敌，尤其不能得罪中国。而尼赫鲁也知道，中国政府一定不会做出有损领土主权的事，在这样敏感的时间点上，西藏的独立计划恐怕要往后拖一拖。于是尼赫鲁故作友好地笼络中国，强调一定不要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发生武力冲突。
在做出任何有可能侵害中国主权的举动时，都要谨慎再谨慎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这都是印度政府的表面说辞。1949年7月，西藏地区民族矛盾锐化，一场驱逐汉人的行动轰轰烈烈展开。这次建国前的驱汉运动得到了尼赫鲁政府的鼎力支撑。印度一共为藏独分子提供了168把冲锋枪、1260把来福枪、144把轻机枪与将近10万发子弹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印度就是希望西藏能够乱起来。西藏局势越乱，越有利于印度的插手。中国方面当然也敏锐发现了印度的意图。新华社更是在第一时间发表社论，表达了对印度的强烈谴责。正如新华社所说的那样，中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西藏都属于中国。中国的强烈表态震慑了印度，尼赫鲁只能暂时收敛野心，借着建交的机会缓和中印两国的关系。但即便中印两国建交后，尼赫鲁政府也是小动作不断，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想方设法阻拦西藏解放，暗中帮助其争取所谓的独立。为此，印度不惜发动外交攻势，逼迫中国承诺不在西藏动武，从而确保解放军不会进入西藏。1950年10月至11月期间，印度驻华大使馆3次召回中国外交部，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在西藏的问题。甚至印度政府还不忘翻旧账，细数起自己曾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上做出的贡献。正是因为深知解放军的实力，印度才如此紧张。可实际上，中国政府早就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。印度自诩为西藏的救世主，这一行为在该方针的衬托下显得尤为可笑。与此同时，印度还打起了联合国的歪脑筋。印度向联合国偷偷告状，摆出受害者的姿态，要联合国主持公道。尼赫鲁亲自下场，义正言辞地表示，中国政府的种种行为威胁到了印度在西藏的利益，因此联合国应当给中国施加压力，不能允许中国军队进入西藏。面对藏独势力在联合国的请求，印度外交部也公开表态，宣布印度将支持西藏申诉。直到尼赫鲁确认中国根本暂时无意打击在西藏的印度机构后，他才打消了这一念头。不过，尼赫鲁只是暂时的屈服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印度政府从未放弃过鼓动西藏独立。1959年，西藏发生动乱，藏独势力猖獗，中央及时出手，阻止了事态恶化。眼见阴谋破裂，藏独势力只能仓皇出逃，流亡海外，印度成为了他们的首选，而这也是印度政府所默认纵容的结果。直到今天，在藏独势力眼中，印度与美国依然是他们强有力的后台。到达印度后，他们甚至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，还集结了大批叛军在边界活动。倘若没有印度的支持，事态绝对无法发展至此。印度高层的政治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在印度，甚至有着专门的全印西藏事务委员会，这是印度政府用来帮助藏独势力的铁证。尼赫鲁不惜耗费人力物力，替藏独分子组建了一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，但在表面上看着好心，背地里却早就打好了算盘。这支部队名义上归达赖所有，但实际上军队里的士兵都是印度人，最终仍归印度控制。尼赫鲁就是为印度以后介入中国内政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，其心可诛。印度对西藏的关注毋庸置疑，印度为何会对西藏如此执着？这一切还得从尼赫鲁的大国梦说起。纵观历史，印度与中国其实有着不少相似之处，两国均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同为人口大国，地域宽广，幅员辽阔。更重要的是，印度与中国均有着被帝国主义入侵的惨痛过往，最终也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走向独立。然而，这两个同样有着大国梦的国度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两极。中国改革开放，经济腾飞，但始终反对霸权主义，尊重善待别国，坚定地走在和平发展道路上。可印度却对西藏贼心不死，踏上了地区霸权主义的不归路。在尼赫鲁的设想中，南亚大陆必须出现一个大印度，而这个大印度恰恰是对大英帝国的一种延续。因此，在西藏问题上，印度政府也决定继承这笔遗产。无论是自说自话的西拉姆会议，亦或是荒谬至极的麦克马洪线，都证明所谓的西藏问题是在帝国主义的要挟下而产生的。当年英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对藏政策，是因为英国想要将西藏作为缓冲区。之所以要有一个缓冲区，实际上是因为惧怕中国的发展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中国未来必将成为超级大国。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思想深入人心，他们都坚信只要中国强大了，就一定会向外扩张，到时候印度北部边界便会腹背受敌，国家安全体系摇摇欲坠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与中央政府分离，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，那么印度便无需直面庞大的中国，压力自然小上许多。出于这种考量，印度始终在推进西藏成为第三国。倘若中国的领土被分割，那么也免不了元气大伤。如此一来，堪称一举两得。
在印度构想的南亚版图中，西藏不光要摆脱中国，更要与中国平起平坐，成为他们称霸道路上最忠实的盟友。除此之外，印度更是无法舍弃自己在西藏的利益。只要西藏陷入混乱，那么印度从英国手中接过来的特权便可再度萌芽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不仅是尼赫鲁的一个人的想法，也是印度历届政府的追求。在印度政府内部，大国崛起意味着邦联的诞生，而这张宏伟的印度蓝图上，赫然有着中国西藏的身影。除了西藏之外，巴基斯坦与孟加拉也是印度需要征服的对象。印度政客们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这种思想，让他们天然认可了干涉别国的错误行为。在印度称霸亚洲的过程中，中国是阻挡其实行霸权主义的头号敌人。只要解决了西藏问题，拿下该地区，令印度的边界隐患得以消除，印度便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。讽刺的是，制定这一方针的尼赫鲁内心也明白，不管从长远角度还是短期利益来看，印度都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，只有成为中国的朋友，才能为印度争取更多利益。可纵然如此，印度也无法放弃对西藏的渴望，企图默默蚕食中国的领土。印度的想法十分简单，只要在西藏造成实质性的控制，那么中国政府便也不得不承认。但无数次事实都告诉了印度政府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但凡涉及国家主权，中国寸土不让，必会抗争到底。另外，印度对西藏的觊觎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西方的一次配合战。西方纵容印度，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印度牵制中国发展。西藏问题不解决，中印两国间就无法完全的心无芥蒂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在未来，西藏仍然将成为中印两国关系的焦点。印度唯有放弃霸权主义的构想，不再干涉中国内政，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强大。